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深爱的丈夫正带着另一个女人在医院里欣喜地等待新生命的到来，而你却是唯一不被知情的人，你会怎么办？曾经亲如家人的婆婆、公公、小姑子，此刻却围绕在那个女人身边，像在护着一块珍宝，而你只是个不速之客。我是林雅琴，今年36岁，一家外资公司的财务总监。做认真生活自律3年前，我不顾众人反对，下嫁给比我小3岁的贺志明，一个还在创业阶段的房地产销售员。那天是周一早上，刚参加完1个季度总结会议的我，一脚踏空，在楼梯上扭伤了脚踝。办公室的实习生小杜坚持要送我去医院，说是经理不能一个人走回家。我原本推辞不掉，想着只是简单看遍回谁知命运就藏在这趟临时的医院支行里。南江市第一医院门口，小杜正停好车，我一瘸一拐的下车，路过门诊大厅时，却在走廊转角看见一群熟悉的身影，贺志明、陈翠花、我婆婆贺志成、我公公他们围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笑容满面，兴奋地交谈着什么。那个女人背对着我，但我再熟悉不过是苏磊他公司的前台，也曾在我们家做过几次清洁工检查报告，出来了胎位正常，是个男孩。护士笑着说，贺志明接过 B 超单，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期待。他轻轻地搂住苏磊的肩，低声说了句，小宝贝真懂事。来的正是时候，我站在距离他们不过5米的地方，仿佛坠入了寒冬。小杜察觉不对，试图口令经理，我抬手示意他安静，目光死死盯着那一幕。就在这时，婆婆陈翠花突然抬头，看见我脸上的笑容，倏然僵住，她的眼神从错愕转为警惕，然后是冷淡，仿佛我是个该被清除的障碍。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高了，一度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贺志明转头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松开苏磊，像在掩饰什么。问雅琴，你怎么？我来检查脚。我语气平静，强忍着膝盖的酸痛。没想到你们这么热闹哦。他是同事，有点事。贺志明含糊其辞。同事，我嘴角微翘。你带着一家老小来陪同事做产检，空气顿时凝固。苏磊挽住贺志明的手，神色从容。姐姐别误会，我和志明是真心相爱，孩子已经6个月了。医生说男孩很健康，他的眼神挑衅又自信，仿佛一切都理所当然。我转向婆婆，声音的确清晰，陈阿姨，这就是你说的过几天再谈的理由。婆婆不屑地哼了一声，你都多大年纪了，还不生孩子？我们贺家不能等了。我轻轻一笑，眼泪却早已在眼眶打转。原来如此。贺志明低头不语，既不解释也不否认。我缓缓转身，拄着拐杖朝出口走去。杜赶忙跟上想扶我，却被我轻轻推开。我不要别人看到我现在的模样，我不要在这些人面前落泪，他们不值得。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在医院的走廊上亲眼看见丈夫为另一个女人的孩子欢喜若狂，而我那个陪他从一无所有走来的妻子，却像是这场人生大戏中被彻底删去的配角。他们说女人是人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可如今我只看到一地的狼藉，还有那彻底碎裂的自尊。回到车上，小杜欲言又止，我摆了摆手，送我回家吧。他点点头，低声说了句林经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谢谢。我疲惫地靠在座椅上，闭上眼，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窗外的南江市车水马龙，而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永无止境的梦，眼里挣不脱也醒不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曾经拼尽全力爱护的人，最后会这样对我。3年前我33岁，事业稳定，年薪几十万，有房有车。那时候我买了一套2手学区房，正在联系中介，就认识了贺志明。他是房产公司的销售员，穿着廉价西装，笑容却格外真诚。林小姐，这套房户型虽老，但采光很好，性价比极高，适合您这种精明理性又温柔大方的女士。她会说话，也懂得察言观色。那是我刚结束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她的体贴和敬重如同一抹温暖的阳光照进我的生活。我很快就签了合同，而她也开始主动联系我。有次我加班到深夜，楼下居然停着她的摩托车，我刚好路过你公司，想着你可能还没吃晚饭，就带了点小吃。他举着塑料袋，像个偷跑来表白的大学生。我心动了一个人太久，有时候只要一点温情就足以动摇所有的防线。我们开始约会，他每
次都尽力表现体面点，最便宜的菜，付账前会偷偷看钱包。有人说他图我什么，可我却觉得至少他在努力。他家境不好，父母退休，妹妹刚上大专，家里是啊，堆债。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他说，但我真的想好好对你。我搬去他租的老小区，只因为他说想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你。夏天屋里没空调，我自掏腰包装了。冬天他发烧，是我抱着他去医院挂号打点滴他的。第一份提成奖金是我跑业务帮他约来的客户。我原以为只要我对他好，他总有一天会明白，可我忘了。感恩是一种稀缺品，而贪婪才是人性本色。后来我们登记结婚，他没有彩礼，我没要他父母来家里住，说想在城市里养老。他妹妹考试失败，搬进来复读，说你们家环境好，我把我买的房写了她的名字，只因为婆婆说我们是亲家人，不能让志明觉得自己低你一等。我还清他们的欠款，接济他的妹妹，他爸动。手术是我垫付的3万押金，他说过要还，却从未提起这一切，我都咬牙忍了。直到那天我得到外企总部 offer， 可以外派加拿大，3年工资翻倍，公司还提供住宿。我回家告诉他这是个机会，我想去。他沉默了一夜，第二天说你要走就离婚吧，你不是说支持我吗？我妈说女人出国久了就变了，况且我不想离开爸妈。我看着他心底一阵发冷。那天晚上我写了拒绝信，把机票撕了。我以为他会感动，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躺在床上继续玩手机，而我竟然也学会了自我催眠爱情不是互利，而是无条件付出。直到今天，我在医院走廊亲眼目睹他为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兴奋地红了眼眶，我才终于明白，我所有的牺牲在他心里一文不值。他不是不爱我，而是从未爱过我。这段婚姻从开始就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陷阱。我亲手点燃蜡烛，以为会温暖彼此，却不知道那火焰早已烧毁了我自己。小杜送我回到小区门口，犹豫了一下，说林经理，你还需要我？我想一个人静静。我说，他点头离开我，一个人拖着行李上楼，家里冷冷清清，只有猫在门口蹭我。它叫小米，是我结婚第1年领养的流浪猫，现在也胖了不少。它蹭我腿，喵喵叫，好像在说你终于回来了。我蹲下来抱住它，眼泪终于也忍不住了。小米啊，你说我是不是很傻？他舔了舔我的手掌，那一刻我才感到，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人或者动物愿意陪我走完余生，只是那个人不在。是贺志明了。很多人说婚姻是2个家庭的结合，但我走进这段婚姻后才明白，不是2个家庭，是我一个人包办了他们全家的吃喝拉撒和希望。结婚第1年，我还满心欢喜地在屋子里添置家电，改装厨房，把这套属于我的2手学区房变成所谓的新家。我天真的以为有了归属感就有了幸福感。婆婆陈翠花搬来后第一句话是，房子虽旧点好在地段不错，给我孙子留着正合适。我没接话，只默默地笑笑。那时我还不懂，这句孙子预言了我日后的宿命。他们一家3口把3居室住得满满当当，公公占了书房，婆婆和小姑陈燕睡次卧。我和贺志明才是真正寄居在主卧。阿晴厨房里买的酱油是低钠的吗？我血压高，不太能吃普通的。婆婆说，阿晴，我上个月开的药，你帮我拍下发医生看看。他说可以线上复诊。公公补充小情节，我那论文老师说我文献不全，你帮我下载下账号，你有的吧。陈燕不请自来的坐进我书房，把我正在处理报表的电脑抢了过去。我像一个多功能管家，操持家务、跑腿、买药、辅导功课，还要照顾好丈夫的胃口。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像一个服务人员，而不是这家的女主人。他们甚至连谢谢都说得极不自然，仿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义务。有一次我临时加班回家晚了点，婆婆一脸不满地说，晚饭都凉了，下次记得提前跟我说。家不是你公司的后厨。我吸了口气，笑着回答，妈，我也想早点回来，可公司临时有会议。你是公司股东啊，干嘛这么拼？他不屑那碗。我一边吃着剩菜，一边听他对电话那头的亲戚说，这个儿媳啊，冷冰冰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怀上我的筷子。停住了。这套房子我买的电器家具是我添的，连贺志明第1辆车也是我掏的首付。可到头来我的角色只是一个不够温顺、不
够生育力的工具人贺志明从不出声，他不是没听见，只是装作没听见。妈，他就是嘴快，别往心里去。他总是这么敷衍的安慰我，但我不是小女孩了，不在。能靠一句他没恶意就原谅所有轻慢与冒犯。更讽刺的是，婆婆每次打电话向她的老姐妹炫耀我们志明媳妇儿多争气啊，外企高管，年薪几十万呢，可一挂电话他就嫌我饭煮的不合胃口，衣服叠得不整齐，买的酱油不够健康。陈燕比我小8岁，大学联考3年都没考上，他把失败归咎于环境差、家人干扰般。来我家后不仅没自律，反倒日夜沉迷短视频。有天他在客厅刷手机，大声喊这女的好有钱啊，30多了，还被男人追着送礼。我进厨房洗碗，顺口说了句女人有能力在哪儿都不会缺爱。他哼了一声，姐你这么能干，怎么我哥天天都跟你冷着脸？这句话如针一般扎进我心里，我没回话，只擦干手默默回房间呢。完，我靠在床头看着对面背对着我的贺志明，他的手机荧光映着脸庞，时不时咧嘴轻笑。我凑过去一眼，只见微信置顶聊天框里备注明是小宝发来一张照片，是他穿着白色蕾丝睡裙在床边自拍的样子，配文今天检查说是男孩哦，你开心吗？我心里轰一声炸开，他立刻把手机转过来，发现我看见了。先是尴尬，然后咆哮，你偷看我手机，是她怀孕了吗？我声音颤抖，他不语，我第一次推开他，大喊你打我啊！他恼羞成怒，他比你懂我，他也不会逼我做不想做的事。你高高在上，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我笑了笑的眼泪都掉下来。所以你出轨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他摔门而出，留下我独自在黑暗中抱膝发抖。我从未想过自己亲手栽培的树会在阴影中生出毒蛇，而这整整一个家明明是我供养，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说一句公道话。有时候我会想，我到底错在哪儿？是我爱得太重，给的太多，还是我本就不该走进这扇门？第二天一早，陈燕敲门接我妈说，今天你在家的话，把阳台那堆衣服洗洗，她腰疼。我盯着她看了很sad。酒平静地说，告诉你妈我今天不在家。她怔住，我起身换衣服拎包离开门，砰一声关上。我没有去哪，只是坐在楼下小区花坛边，一直坐到傍晚，夕阳照在我脸上，我却感到一丝微凉。原来我一直都在一座虚假的房子里生活，它有砖有瓦，却没有人心。妈，她是不是封了一条旧裙子而已？有必要这么激动吗？燕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充满不屑。我坐在梳妆台前，双手颤抖地拎起那条白色碎花连衣裙，它原本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夏天穿起来轻盈又合身。我在国外旅游时挑的只买了这一件，从未借给任何人。可现在它竟然被苏磊穿在身上，在我自己的家里，踩着我的拖鞋，挽着我丈夫的手，从厨房走出这裙子穿着真舒服。她还笑着对婆婆说，不愧是雅琴姐挑的，眼光真不错。我站在楼梯口看着那一幕，脑子一阵嗡响，仿佛每个细胞都在叫嚣赶她走脱下来。我冲下楼，一把扯住她的袖子，苏雷吓得往后缩一步，但旋即笑的妩媚姐，你别生气嘛，我以为你不穿了，就挂在阳台上，我不穿也不代表你可以穿。我盯着她眼经一字一顿，请你从我家出去。贺志明皱眉走上前拦住我，你别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我冷笑，这是我家，我的裙子，她穿着我的东西还理直气壮。婆婆陈翠花坐在沙发上，一边削苹果一边哼道，一条裙子而已，至于吗？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我转头看她，努力压住怒火，妈，你能接受别的女人穿您的衣服在您家里走来走去吗？他顿了顿，理亏的别开眼，却依然嘴硬。苏磊现在肚子里怀着我们贺家的骨肉，该体贴些。那我呢？我望向贺志明，我是你什么？他回避我的目光，脸上闪过一丝烦躁。我心头一沉，握紧拳头，转身回房，把那条裙子狠狠地丢进垃圾桶。布料轻飘飘地坠落，却像是我最后一丝尊严被践踏的声。阴夜里，我坐在床头，脑海里翻涌着母亲的模样。妈妈走得早，我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小时候家里很穷，但外婆常说，晴儿，女人要活得像人，不是像影子。她说话时喜欢捧着一杯热茶，眼神里透着光。你可以不漂亮，可以没学历，但不能没骨气。那年我考上大学，外婆用卖菜攒的钱给我买了一双高跟鞋，你穿着它去走你的路，不要低头。她摸着我的头说，如今那条裙子像极了那双鞋子，
是我曾经为自己选择坚持的东西，而现在它被踩在别人的脚下踩的。所以我第一次感到羞辱，不是因为苏磊的挑衅，而是因为我这些年对家的一厢情愿。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做早饭，也没打招呼，我换上一套深灰色西装书，Pio的一丝不苟淡妆高跟鞋，刚走出卧室就撞见婆婆和苏磊坐在餐桌旁吃热腾腾的早饭。雅琴，来吃点。婆婆语气客套，我吃不下。我淡淡说，苏磊加了根油条，咬着笑着说，姐还是多吃点，别生气了，对身体不好。我停下脚步望着她，别叫我姐，我不想有你这样的妹妹。空气瞬间凝结，我走向门口。贺志明刚起床，还打着哈欠，你去哪儿？他问。公司。我背都没回来早点，晚上要谈点事。他说好。我轻轻应了一声，可其实我心里明白，这顿谈话无非是那封离婚协议书的开头。但这一次我不会再低声下气。我到了公司，直接找 HR 调出所有我与贺志明有关的财产文件和转账记录，他名下的一半，房产是婚后加的那辆车，我父母出的首付，连他公司起步的注册资金1/3都是我私下垫的。我开始复制整理，一张张打印下来，装进文件夹里。午休时间，手机响了，是周晓彤。我大学同学，现是南疆一家知名律所的合伙人。律师请姐，你找我小彤，我想咨询点事。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他立刻反应过来，你终于想离了吗？是的，我声音很轻，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好，我下午给你约时间来我律所详谈。他顿了顿，这一天我等你很久了。挂了电话，我深吸一口气，这条路我终于开始走了。第一步，晚上我如约回家，餐桌上摆着婆婆做的红烧肉，苏磊又穿上了我的一件衬衫，这件也好看。他对镜子说，雅琴姐，你以前真会买衣服。我没有硬话，只是坐下，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他们等着我爆发，而我只是吃饭如同无事发生。饭后，贺志明果然拿出一份文档放到我面前，我们谈谈吧。我拿起那份纸，一眼看清标题，离婚协议书，净身出户。我盯着条款冷笑，你以为我傻吗？你没有孩子，房子写我名下，按法律你拿不走。我语气平静，你忘了这房是我婚前买的，只是婚后写你名字，但我有全部付款记录。他脸色变了，志明，这不是你说的和平分手。婆婆插嘴，你们一家人都别再用我给你们铺的路来赌我的命。我合上纸起身，我会交给律师。下一次我们法庭见。那一刻，我不是林雅琴，不是谁的媳妇妻子，我只是我自己。我转身离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外面的风掀动窗帘，像为我送行的旗帜。这世上总有一天，女人会明白，裙子可以被别人穿走，但骨气不能借人一寸。如果说那条裙子是我的底线，那么那一纸离婚协议就是他们对我所有付出的清算。他们以为我还会像过去一样退让吗？这一次我决定不再忍。第二天下班，我准时前往南疆中泰律师事务所。走进会议室时，周晓彤已在等我。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藏青色西装，唇色鲜明，眼神清澈如初，却又多了几分岁月打磨过的锋利。雅琴，她起身拥抱我，语气轻柔却不带怜悯。来吧，咱们一个个算。我点头坐下，抽出资料文件夹一叠叠摆在他面前。婚前房产，婚后共同财产，我父母出资证明他创业初期的借款合同、转账记录都在这里。他一边翻一边点头，你做得很好，这份准备甚至比我很多当事人都专业。我是财务出身，我苦笑，再加上这3年，也终于把一个人看透了。既然你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强硬一点。他合上文件，眼神变得凌厉，不只是离婚协议、孩子的事情，第三者入侵婚姻，还有他母亲、妹妹长期住在你婚前房产内形成事实居住，这些都是可以依法要求补偿的。我一震，我不是想多要什么，只是不想再被他们欺负，懂？但你不主张权利，就永远没人替你说话。他握住我的手，这世上别人的公平要靠你自己争来。那一刻，我心里像有一股力量悄悄升起。晚上回家，家里异常安静，刚进门，婆婆就迎上来，阿琴啊，你最近早出晚归，是不是想通了？人不能太较真，家里还是要和气为重。我看她一眼，您说的对，家是讲和气的，但也不能一方付出另一方掠夺。她脸色一僵，
没意思，我没再理他，径自回房。苏磊没在家，大概是去暂时躲了。贺志明坐在阳台抽烟，看到我回来也没说话，我径直走过去，把几份资料放到他面前。这些是我交给律师的副本，明天开始他会和你们沟通。你什么意思？他拿起一张看了一眼，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眼神平静。这场婚姻不是你们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你是想撕破脸不是？我摇头，我只是终于决定为自己争口气。他起身咬牙切齿地说，林雅琴，你别太过分。我冷笑，过分？我在这个家洗衣做饭照顾你全家，连养猫都是我负责。我出钱买房你挂名，我出钱买车你用的比我还自在。我什么都给了，还要怎样才算不过分？他张口结舌，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你这女人婆婆终于忍不住，你太强势了，你看把我们一家逼成什么样子。我盯着她缓缓开口，妈，我记得当初您来住时说临时住几天，结果3年过去从没走过一步。他气得拍桌子，这房子你结婚后写了志明的名也是他，一半是我婚前全款买的，写他名字只是为了你们脸面。我是掏出购房合同复印件，现在我已经提交法院，房产属我个人财产等通知吧。空气凝固，他们从没想过我会用这种方式出手，不吵不闹不哭不求，只拿证据。说话陈燕正好从门外回来，手里拎着奶茶，看到这场面顿时愣住。我姐她疯了吗？我淡淡看她一眼，我只是清醒了。她翻了个白眼，嘀咕，还不是没人要了。是才想赖着这房子。我走上前，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奶茶杯，随手丢进垃圾桶。从今天开始你也别再住在这里，法律上这里不属于你，更没你的居住权。他气的尖叫，你凭什么赶我？凭我是屋主。我定定看着他，再说一次走人。他看向婆婆和贺志明，谁都没说话。我想这场战役我已经赢了一半。夜里我站在阳台望卓城是万家灯火。很久以前我以为家就是能避风的港湾，但现实告诉我，港湾不是施舍给谁的温柔，而是用力撑起亲手打造的平静。从今往后我要学会为自己撑伞。这一晚我第一次睡得诚实，没有压在胸口的委屈，也没有半夜惊醒的惊恐。第二天一早我换好衣服出门上班，门外阳光明媚，我脚步坚定。小区门口的保安冲我笑了笑，我也礼貌点头。这世界变化不会因你痛苦而放慢，但你可以选择用新的姿态迎接每一天。我深吸一口气，生活才刚刚开始。人都说婚姻是一场豪赌，可没人告诉我，最可怕的不是输，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在独自下注。那天中午，我从公司回来吃饭，客厅里空无一人。饭菜凉在桌上，我热了粥，独自坐在餐桌前。窗外的光线打在那幅全家福上照片里，我站在最角落的位置，笑得拘谨。我突然就想起很多往事，像被一扇门推回了旧时光。3年前，我33岁，事业正在上升期。那时我的直属领导是香港籍华人，常出差加拿大。他一次和我聊天时随口说，小林回去你考虑一下，我们打算在多伦多设分公司，需要一个本地熟人管理财务系统。我几乎是激动地答应了，这种外派机会极其稀有，是很多高管梦寐以求的通道。我回家把消息告诉贺志明，脸上全是期待。他愣了几秒，然后说，你想一走3年？我点头，总部有住宿，有签证支持，我可以先去半年回来办婚礼。他笑了笑，语气却冷下来，你想扔下我一个人跑去加拿大？不是扔，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我努力解释，我们结婚后可以在那里定居，你不是说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他沉默了好久，然后说，要么你去，要么我们别结了。我以为他只是情绪化，没当真。后来他去找他妈，几天后婆婆当着我的面说，我不同意，你要真嫁我们家就不能飞来飞去，你是我们贺家的人。我想反驳却没出口。我从小失去母亲，一直渴望有人可以称之为家人。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暂时的让步，等我们稳了他会理解。那晚我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打出拒绝信，公司高层亲自打电话挽留，我却说我家人需要我。挂了电话，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我穿着干练的套装走进公司会议室，继续做那个稳定可靠的林总监。没人知道我失去了什么，可换来的是婚后那间逼仄的小卧室，是婆婆对我饭菜的嫌弃，是陈燕
对我依附的讥讽是丈夫日渐冷淡的背影。我们结婚不到3个月，他就开始晚归。起初我会发信息问几点回家，他回加班。后来我打电话，他干脆不接我。去楼下等他，他和几个客户说笑着走来，手里拎着酒瓶，身边站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苏磊。他先看见我，笑着说：“哎呀，嫂子也来了。”我装作没听见，强忍住走。钱志明，我们聊聊。他皱眉回家说，那天我什么也没问，只是去厨房给他熬了醒酒汤。他喝了一口，皱眉说：“你放这么多姜，不知道我不喜欢吗？”我转身进厨，把整锅汤倒进水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有些付出不是他不懂，而是他从未在意。记得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年，我早早下班做了他最爱吃的糖醋排。古桌上点着蜡烛，客厅飘着轻柔的钢琴曲。他回家看到餐桌一愣，随即皱眉：“今天什么日子？”我笑着说：“我们1周年。”他沉默了几秒，说：“我约了人，可能要去应酬。”我点点头。“那你吃点再走。”他吃了2口，接到电话，走之前丢下一句：“别想太多。”就是普通工作餐门砰一声关上，连余温都没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桌边，看着那蜡烛燃尽，泪水无声落下。其实我一直知道他不爱我，只是我不肯承认是因为我太骄傲，而骄傲背后是太孤独。我害怕承认自己赌输，怕回到那个没有归属的起点。我总说自己没关系，其实所有的没关系都是在对自己说谎。有一次我发高烧，在单位坚持到中午，整个人晕倒在工位上，被同事送去医院打点滴时，我一个劲地发微信给他：“我在人民医院，能不能来一下？”3条信息都已读却没回，我忍着寒战，自己签字挂号，打完吊瓶又自己坐车回家。进门时，他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边吃炸鸡边跟人语音。我晕晕乎乎走到他面前，他瞥我一眼：“你去哪儿了？”我张口想说，却忽然就闭嘴了。我明白，那一刻他根本不在乎我的生死，我是他人生里的工具，人是钱袋，是仆人，是挡风墙，但不是妻子。可即使是那样的清醒，我依旧选择了沉默，因为我那时以为爱一个人就是要包容他的一切，但我错了，爱不是一味包容，更不是卑微的忍耐，那叫懦弱。今天的我终于能站在镜子前，坦然面对那个过去的自己。你不傻不笨不失败，你只是太爱了，爱得忘了自己是谁。手机响了一下，是周晓彤发来的消息：“你准备好没？咱们开始打响第一枪。”我回了一个 OK， 然后呢，新站起身，整理西装，走出门。从今往后，天冷加衣路远，自己走饭凉自己热。但我再也不为不值得的人低头半步人。有时候真是奇怪，明知道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会下意识回头看一眼，只为了确认是否真无路可退。这天傍晚，我刚下班，手机响起，是贺志明：“你能回来一趟吗？妈想跟你谈谈。”他语气平静，像在安排一场正式的谈判。我本不想回，但想到还有几份重要的文件和一些私人证件放在卧室抽屉里，便答应了。回到那套熟悉却早已陌生的房子门市，开着的客厅，灯光昏黄，桌上摆着几个空饭盒，空气里残留着油烟味。电视里放着综艺婆婆陈翠花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盆水果，正慢悠悠地剥橘子。回来了，他瞥我一眼，语气里没半分情绪，拿点东西就走。我站在门口，语气干脆：“等等。”他放下橘子，拍了拍腿，坐下吧，说几句话。我没有动，他顿了顿，自顾自说：“到你和志明这段婚姻到这一步，谁都不想的。可一个家要是天天冷冰冰，没有笑声，也过不下去。妈，你想说什么？”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直视我，我们商量好，了房子你就让出来吧，毕竟以后还得留给孙子。我盯着他笑了。留给孙子，我重复了一遍。我倒是想知道是哪个孙子。他脸色一变，苏磊肚子里的，不然谁我点点头。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净身出户，把自己多年来打拼的一切拱手让人？说归说，大家是亲戚嘛。他语气软了几分：“你也别太计较，志明也不容易，磊磊身体又不好，他身体不好，那我呢？我声音提高，这几年我照顾你们全家，哪一天不是早出晚归？你腰疼，我带你去推拿罢药；复查，我排号验验；考试，我帮他改论文。我是哪一块做的不够了？”他一愣，眼神闪躲。女人嘛，嫁进门就该照顾家里，可惜我不是嫁进门，这房子是我名字，我一步一步逼近你们，想赶我走的有个像样的理由吧。就在这时，卧室门开了，
苏磊穿着我的睡衣，打着呵欠走了出来。哎呀，姐，你回来了！我愣住了，眼前这一幕像针扎一样。是Tony穿我衣服，我声音几乎颤抖。他伸手摸了摸睡衣的领口。哦，这件啊，我看到衣柜里放着，以为你不要了，穿着挺舒服的。我快步走进卧室，拉开衣柜，果然，我那些高定连衣裙、护肤品、手包全被动过，甚至还有些鞋盒空了。你们什么时候把它搬进来了？我转头看向婆婆，苏磊怀孕不方便来回跑我们，让她暂住几天怎么了？陈翠花站起身，这也是志明的家，他也有权住。可我是他妻子，我低吼，你已经是前妻了。苏磊笑眯眯地说，手里端着杯牛奶，协议不是写好了妈，我只觉喉头发紧，连呼吸都艰难。我转身打开抽屉，翻出证件和文件夹。苏磊站在门边倚着，门框淡淡道，姐，你走的时候能把阳台那盆吊兰带走吗？哈，不喜欢他，有点碍眼。我猛地停下动作，那盆吊兰是我外婆留下的，是我最艰难的那几年唯一的陪伴，我细心照料它，多年叶子从来不黄，开过好几次花。你不喜欢？我缓缓转身走向阳台，阳台上吊兰绿意盎然，静静盛开。我弯腰小心翼翼地把它搬进纸箱，回身时苏磊正拎着我的拖鞋，笑着套进脚里。这双好穿我脚跟你差不多。我冷冷看着他，你可以拿走我的鞋子、衣服，甚至男人，但有一样你永远拿不走，什么尊严？他神色一滞。我抱着那箱东西走出房门时，呵，志明正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外卖，看到我，他一愣，你怎么在这儿？我没有搭理，只轻轻说，你以后的人生祝你幸福，可惜我不会再祝福了。他想说什么，我已经走下楼梯，夜风吹来，我站在楼下抱着那盆吊兰，一步步朝远处走去。灯光拉长我的影子，像一个终于拔地而起的灵魂。我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从今往后那扇门里再也没有我的位置。你随时可以搬来我家客房，很整洁，离你公司也不远。周晓彤的声音透着干净的温柔。我提着纸箱站在他家门口，夜色是正浓城市，灯火在玻璃外拉出斑驳的倒影。我就像个刚从战场逃出来的伤兵，满身疲惫，唯一还护着的是那盆吊兰。你住这多久都行。他接过我手里的箱子，又瞄了一眼我脚上的运动鞋，你居然连拖鞋都没带他们穿走了。我轻轻笑了下，像讲别人家的笑话，就差没把我贴身衣物也分脏了。小童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说，别心软，你要是回头这仗就白打了。我不会。我看着桌上的玻璃杯，水波轻轻晃动，就像我此刻的心。我这次不为任何人留下它，把水递给我，坐在我身边，轻声说，林雅琴，你知不知道其实你早就该走了。我点头，眼眶泛酸，我只是太想要一个家。小童叹了口气，我们这一代女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懂是要牺牲，要成全，活得像一根绳子，把所有人的情绪都绑在自己身上，最后勒死的却是自己。我低头良久没出声，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以为的忍耐其实只是不断地用爱人之名对自己动刀。那一晚，我睡在他的客房里，铺着干净的棉被，窗帘透出微微灯光，我睁着眼盯着天花板，却再也没有想哭的欲望。我好像已经哭干了，也终于明白了，有些夜是孤独的，但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孤独却还要在他人面前装的幸福。第二天一早，我提早醒来洗漱后到阳台晒衣服，吊兰放在窗边，叶子仍旧生机勃勃。我摸了摸它的叶尖，轻声说，我们开始新生活吧。早餐后，小童去律所上班，我一个人整理衣物分类文件，无意间在旧文件袋里翻出了一张加拿大发来的邀请函，那是3年前我原本即将飞往的方向。我拿起它，细细端详纸张，泛黄字迹工整。那个远在多伦多的办公室，如今不知换了几批同事，而我却在婚姻的泥沼里打了3年滚。我忽然想哭，但眼泪没掉下来，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把它重新折好，夹进护照里留着吧。我对自己说，下次机会来了，我不会再让中午。我去了银行，把那张婚前房产按揭的缴款证明打印出来，又将所有个人理财账户的明细导出，留作日后财产仲裁证据。走在街头时，阳光暖暖的洒下来，我抬头望天，第一次觉得这片城市的天空其实没那么冷。回到小童家，手机响了，是公司人事。
部打来的林总，我们这边接到您配偶的信息，说您有精神问题，影响公司形象，要求暂停您的人事权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愣住3秒，随即冷笑，如果有人污蔑我，请贵部门依法走公司监察流程，否则我将起诉名誉侵权。抱歉，林总，我们只是例行通知，不代表公司立场，我们会向董事汇报此事。我挂掉电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要的不只是房子，他还想毁了我这个人。贺志明，你真是低估了我的狠。我立即打电话给小童，把这件事详细告知你，先别担心。他沉声道，这是典型的人格污名化手段，目的是逼你崩溃，从而在离婚协议中争夺主动权。下周我们正式递交起诉书，把名誉权、精神侵权、财产分割一起。萨，告上去，我支持你，不论打多久。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许下承诺，我要让他们知道，那个曾经任人摆布、温顺隐忍的林雅琴已经死了。晚上，我独自走进厨房，做了一碗面，加了2个蛋，一点小葱，一勺酱油，简单却有久违的满足感。这3年里，我很少为自己做饭，不是没时间，而是我早已忘了自己值得被温柔对。是。待饭后，我坐在阳台看星星，隔壁楼的灯还亮着，有人笑着追着猫跑，风很轻，月光打在吊篮上，我忽然觉得心口的钝痛不那么尖锐了。不必有人陪，不必有回应，就这样安静的活着也挺好。这不是什么重生，这只是我第一次学会一个人走路，不是被抛弃，是终于放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将在南江市市法院上午10点进行第1次离婚调解会，请准时出席。看着法院短信的那一刻，我放下手机，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这天天气晴朗，南江初夏的阳光明亮而毒辣。我穿了一身藏蓝色西装，脚踏前口高跟，妆容干净而坚定，不像是来告别婚姻的，更像是来出征的。周晓彤早已在法院外等我，她今天也异常严。苏递给我一份整齐的文件袋，全部证据材料已备好，涵盖了婚前财产、婚内财物、贡献他出轨证据和你精神名誉受损的相关记录。我接过文件，点了点头。谢谢你，今天不是为了吵架，而是为了结束。我们走进调解室时，贺志明和苏磊已在场。他穿着一身深灰西服，略显疲态；苏磊穿着一袭浅粉色孕妇裙，挺着肚子坐在他身边，手扶腰背，脸上挂着一副弱者表情。看到我进门，他故作亲切，哎呀，姐也来了，身体还好吧？我看都没看他，只径直坐下，把文件袋轻轻放在桌上。法官翻阅完2边材料，抬起头，语气平稳，贺先生，根据资料显示，这套房产是林女士婚前全款购买，只是在婚后不加您的名字，请问您对此有异议？贺志明沉默3秒，他婚后加我名字，表示赠与请出示，赠与合同或相关证据。法官说他顿时哑口，我淡淡开口，房屋贷款和首付款记录都在我名下，无他方出资凭据，这不构成法定共同财产。法官点头，我们将参考财产证明综合裁定。苏磊突然插嘴，可我怀的是他的孩子，我肚子里是他儿子，难道不该考虑我未来的生活保障？我冷笑，你想要生活保障找他，不是找我，可你是他合法妻子，期间我才怀孕的。他继续咬字，你也有责任。我冷静地看向法官，请记录下此言，这位女士明确承认其与合法婚姻当事人存在婚内情，我们将保留起诉第三者侵权的权利。苏磊脸色一变，慌忙拉了拉贺志明的袖子，是小声说他要告我。他皱眉，你别多嘴。法官清了清嗓子，根据初步材料，本案存在出轨行为和财产争议，建议双方调解失败后进入审理阶段，请各自准备正式诉状。我不同意离婚协议的财产条款，我平静地说，我要求保留我的全部婚前财产和50%以上的婚内财产。贺志明拍桌而起，你疯了，你一个人就想把我撵出家门？不是我撵你。我缓缓抬头，是你自己把家变成了废墟。苏磊试图再次开口，法官打断他，请第三人不要插话，调解会议不是情绪发泄
常我合上文件袋，收拾资料，起身。既然无法调解，那我们就法庭见走出。调解室时，我的手掌微微发汗，但背脊从未如此挺直。小童拍了拍我肩膀：“你表现得很好，尤其是面对他的时候，我早就想通了。”我看向楼下阳光，4眼以前我总觉得和别人争太累，不想变成泼妇，但现在我明白了，不去争才是真的可怜。我和小童一同走出法院，一道熟悉的身影迎面而来，是我原来的直属上司李总，他显然也来处理业务。看到我愣了一下：“林雅琪，你最近还好吗？”“挺好。”笑着点头。“刚处理点个人事务。”他沉吟一下：“如果你有空，愿不愿意重新考虑外派？我们加拿大那边还缺财务主管。”我一阵半晌，轻声说：“让我考虑一下。”可我忽然意识到，那些我曾以为永远错过的选择，并不是一去不返，而是等我准备好了再次敞开。晚上回到小童家，我拿出日记本，写下2022年月晴，我正是以我的名字走上为自己而活的路。曾经以为的崩塌，不过是新的地基。我合上日记，望向窗外，天际人生从不怕晚，只怕你连迈出的勇气都没。有着世上有些地方，你一旦离开就不敢轻易回去，不是因为那里不重要，而是因为太重要。我站在南疆西郊的陵园前，风吹的树枝哗啦啦作响，5月的阳光很烈，但照在这里却透出一种沉默的清朗。这座墓园是10年前我亲手选的，妈妈过世那年，我刚工作第2年，工资低得可怜，我一边奔波为她处理是一边偷偷躲在被窝里啃冷馒头。我拼了命地给他选了这块面朝南坡的墓地，因为他年轻时常说我最喜欢阳光好的地方，可10年来我没敢回来看。过一次，我怕看到他，怕他的沉默，问我一句：“晴儿，你过得好吗？”我不能回答。直到今天，我终于站在他面前，墓碑前一束白色的百合轻轻晃动，仿佛他在风里说回来就好。我弯腰把吊篮安放在碑旁，这是我唯一带来的礼物。妈，我来晚了。我轻声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许久才吐出一句完整的话。你走后，我一直不敢哭。我坐在墓前的石阶上，任风吹乱我的头发。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它不适合我？我仰头看着天空，眼泪终究还是掉下来。你要是在我一定听你的。不。那么倔记忆像潮水涌来，他年轻时总是系着围裙，手里拿着刮皮刀，一边择菜一边唠叨：“我女人呐，得活出个样子来，不能光靠男人，得有自己的骨头。”那时不懂，以为他说的是大道理，可当我站在婚姻废墟里，才终于明白，原来他说的是活法。妈，你知道吗？我离婚了。我像个孩子一样低声告白，他们说我强。是说我冷血，说我不适合做老婆做妈妈，可我明明只是想过一个有尊严的日子。我也怕黑，怕孤独，怕没人称我，可我更怕有一天我会变成那个我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风吹得更紧了，百合花瓣轻轻掉落，我像是听到他叹了一口气。你做得很好了，晴儿。我轻轻闭上眼，泪水从眼角滑下，却带着一种安静的释放。我从小就没有太多亲人，外婆早逝，妈妈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港湾。她走后，我把所有情感都投射到家庭2个字上，以为找到一个家就能填补那些是黑洞。可现在我明白了，家从来不是一个屋檐，而是一份尊重、理解。和同行贺志明给不了苏磊，更不可能。我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我自己。妈，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人欺负我了。我看着墓碑轻轻说道，我不再软弱，不再逃避。你教过我活得像人，我终于做到了。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相片放在墓前，那是我3年前准备出国时拍的证件照，眉眼坚毅，眼神清澈。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我笑了笑，那时我以为是我要飞向未来，现在我才明白是我在告别从前。但我现在真的准备好了，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走太阳，一点点移过头顶，地面开始泛起柔光。我站起身，拍了拍衣摆，深深鞠了一躬。再见了妈，下次来我会带着我的新生活。我走出陵园的时候，手机突然响起，是一通未保存的号码。您好，请问是林雅琴女士吗？我们是加拿大 NML 财务集团，关于您之前的申请，我们想再次邀请您考虑赴任事宜。我一时语塞，心跳忽然加快，对面声音温柔而坚定，这是一个区域财务负责人职位，年薪待遇优厚，并可协助家庭定居事宜。您有意可在1周内回复我，我会认真考虑。我用力点头，这不是巧合，这是命运。
在等我准备好时，再次递出那扇门。我站在墓园外，阳光洒在身上，照得发烫，却一点也不刺眼。我知道下一次回来看她，我将不再是一个被婚姻打垮的女人，我会带着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事业、自己的骄傲回来，告诉她妈，我终于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人总是这样，越接近终点，越容易回望离开南疆的航班。13天后，我已经收拾好了所有文件，房子也退了护照、签证、体检资料都妥当。NML 总部那边专人协助，效率极快，就连入职手续也安排妥当。这是我等了3年的机会，现在它就在手中。可就在我坐在小童家餐桌边，对着入职邮件最后一页表格时，手机忽然震动，是医院来电，请问是林雅琴女士吗？南疆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患者贺志明目前昏迷中，病因不明，急需家属签字。我着手机的指节发白，久久说不出话来。对不起，他是我前夫。我最终答道，声音干干的。对方停顿了1秒，您是他在资料上唯一的紧急联系人，我们无权联系其他人，情况比较严重。我闭了闭眼，我过去挂断电话。小童从厨房出来，看我神色不对，怎么了？他出事了。我轻声说，你还要去？他挑眉，语气中带着压抑。不，住的不满。我点头，这次我想去看一眼。你心软了？不是心软，我拿起包，我只是想彻底放下，要当面看着他说出那句对不起。我坐上出租车，沿途的街道飞速倒退阳光透过窗子照在我的手背上，那块淡淡的界痕仍未退尽。到了医院急诊室，灯光刺眼，白衣护士与病患家属来来往往。我站在走廊尽头，看见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面色苍白，氧气罩附在脸上，那张曾经熟悉的脸，如今陌生的可怕。医生说是突发性脑供血不足，可能是长期压力、饮酒、疲劳积累。陈的还未脱离，危险病人神志不清，需要亲属签字，转入重症观察室。医生催促我，接过笔犹豫了3秒，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在我刚放下笔的瞬间，身后传来尖利的声音，你还来干什么？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是苏雷，他穿着宽松病号服，挺着大肚子，脸色煞白地站在门口，眼中满是戒备与怨恨。我要不是怀孕这会也不会让你来顶替我看着她，你是她的新生活，为什么她的紧急联系人不是你？她一愣，显然无言以对。我来的原因不是因为还爱她，我轻声说，是因为我想亲眼看清这段失败的婚姻最后的模样。她冷哼一声，扶着门框踉跄离开。我在急诊室外守了一夜，天色泛白时，医生告诉我她已脱离生命。危险暂不需手术，但还未恢复意识。我点头离开，走到电梯口时，一道嘶哑的声音突然传来，雅琴。我回头，她竟已睁眼，虚弱地望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没有自负，没有控制，没有傲慢，只有低沉的痛与悔。你来了。我没有回应，只站在门边看着这个曾经伤我至深的男人。他缓缓抬手想抓住我的手，却最终无力地垂下。我对不起，我轻轻摇头，不是现在才说出来就有用了。他嘴唇颤抖，眼里浮起一层雾气。我一直以为你不会走，那你错了。我转身离开，走进电梯，门缓合上。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剧烈却坚定。我知道那一刻他是真的后悔了，但我也知道那份后悔已经无力换回我回到小童家。我把手上的签字笔扔进垃圾桶，那是我最后一次为他签的名字。我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傍晚，小童回家，看着我一言不发地整理行李箱，轻声问，你决定了放我走？我拉上拉链，这次不为谁也不为躲谁，是我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他点头，真好。林雅琴，你终于活成你自己了。我望着窗外晚霞染红的天空，忽然笑了。是啊，我终于不是以谁的妻子、谁的媳妇、谁的牺牲者的身份活着，我就是我。再见了，贺志明也再见了，那个为了别人活到遍体鳞伤的我。飞机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平稳降落，窗外大片积雪反射着清冽阳光，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告诉我欢迎新生。我深吸一口气，拎起行李箱走下舷梯。入关时，工作人员用标准英语微笑着问我 Business or long-term stay， 我答 Employment Permanent Contract。 说出口那一刻，我竟然觉得有点陌生。这个世界终于不是建立在某个男人的意志里，而是我自己亲手签。是
吓得契约公司派来的接待员在出口举着写有 MS Links 的牌子，我跟着他坐上车，一路驶过洁净整齐的街道，街边是深冬季节里依旧挺立的橡树橙黄色的建筑倒映在车窗上，我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定。我的新公寓在市中心，一栋高层45楼，落地窗望出去能看到整条央街 Young Street， 笔直通往地。平线公寓一切配备齐全，厨房干净，卧室温暖，窗边还有一张阅读桌，你可以慢慢适应。接待员递给我一张欢迎信和员工手册，欢迎加入 NL 这里，将你的新家。我一个人站在这片安静而陌生的空间里，周身是彻底的安静，没有争吵，没有质疑，没有讽刺。我轻轻拉开窗帘，天色微蓝，远处湖面被冰雪覆盖。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小童发来的微信。安全抵达了吗？记得吃饭多穿点。我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忽然想起曾经无数个深夜是他拉着我从情绪深渊里爬上来，他曾说你迟早会感谢自己撑过来的那些夜晚。现在我真的感激我换上厚羽绒服下楼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白人老太太帮我指路印度衣收。银员跟我笑着问中文谢谢怎么说，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语言不通并不会隔绝世界，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晚上我做了一顿简单的中餐，一碗香菇鸡蛋面，一碟炒青菜，煮了一点白粥。一个人吃饭没有孤单，反而有种自由的愉悦。我打开电脑，开始熟悉公司的财务系统。和国内不同，这里的制度更复杂的，也更规范，系统后台严谨，数据口径标准。我越看越觉得有挑战性，却也有种久违的兴奋。那一刻我知道我是真的在这里扎下了根。深夜我泡了杯热茶坐在阅读桌边，打开日记本。2022年6月5日晴。今天是我人生重启的第一天，不是逃离，是我终于选择了自己。窗外雪悄然落下，我仿佛看见那段压抑的岁月慢慢在风里化开，取而代之的是广阔无垠的可能性。第二天一早我照常上班，同事多是本地人，有几个华裔女孩主动和我打招呼，其中一位叫萨Linda 带我熟悉流程，介绍周边生活设施。午休时我们一起在公司餐厅吃饭，他忽然问你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我答南疆，他点点头，我也是南方来的。你是一个人过来很勇敢，我笑了笑，有些决定不是勇敢而是不得不。他沉默了一下，但你看起来比很多人都坚定。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坚定真的写在一个人的脸上，不是硬撑的悲壮，而是来自骨子里的平静。周五晚上公司聚餐，大家举杯欢迎。我部门主管举着酒杯笑道 This woman flew across the world just to be on time for Monday's financing review. I call that dedication. 我也举杯笑着说不是 dedication 是 rebirth。 全场鼓掌，气氛轻松而温暖。我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这里没有谁把我当附属，没有人问我你神末时候结婚为谁牺牲，他们只关心你能不能做好眼前的事，尊重你作为人的价值。那一夜回家，我走在多伦多的街头，街灯像一串串安静的珍珠串起整座城市。我站在湖边，望着漆黑水面上微微闪光。我突然想起妈妈，想起自己20岁时写下的梦想，走出国门，有一份独立体面的职业，活得自由清醒。这一刻我终于离他那么近，我抬头望天，对自己轻声说林雅琴，你做到了。那天多伦多天很冷，零下6度，大雪纷飞。我刚开完一个关于季度预算审核的会，一走出办公室，刚好看见对面玻璃倒映的自己，妆容清透，眉目淡然，步履坚定。我想这样的我妈妈一定会喜欢。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是一个国内的号码，陌生却让我有一瞬间的不安。我接起电话，您好。对面沉默了2秒，是一个疲惫苍老的女生。雅琴是我。陈翠花。我一震，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志明他去是了。他声音颤抖，昨晚突发脑溢血，走得很快。我打这个电话不是让你回来，只是想说他最后的手机里还留着你以前的照片。我没有说话，只是站在街头听雪落在羽绒服上，心一寸寸地沉静下来。他一直没换那个联系人。他哽咽，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这些年是你撑着我们这个家，你有你的路，我也不会求你回来。我只是想告诉你，他最后是真的后悔了。我缓缓闭上眼，仿佛看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坐在昏黄的灯下，翻着我们的旧照片，手指抖着停在
某一夜，然后静静地走了。我知道了，我轻声说他，沉默片刻，喃喃道：他那天从医院醒来后说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你真的走了，结果你真走了，电话挂断。我站在街头良久没动，风刮在脸上冰冷刺骨，我却没有落泪。不是我没心没肺，而是我所有的痛都已经在一次次撕裂和重组中慢慢结痂。回到家，我泡了一壶红茶，坐在阳台边看雪吊兰。在加拿大长得不如国内旺盛，但依旧绿意盎然。我替它翻了土，换了水，想替一个沉睡中的自己重新梳理呼吸。晚上，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邮件 to NML 人力资源部 subject 长期任职确认。我确认我将永久留任，并在多伦多定居。我非常感激这份机会，让我拥有了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林雅琴，我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心头忽然一轻。那并非因为有人走了，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等谁回来，也不需要任何证明。次日周末，我是常去超市买菜，穿过央街，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白雪上，像一层温柔的薄纱收银。小哥问我今天阳光不错，要不要试试我们新品的枫糖饼干？我笑着点头。当然他递给我一块，这是赠品，希望你的周末甜一点。我轻轻咬下一口糖的味道，慢慢在舌尖化开，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生活里没有戏剧，没有对抗，有眼泪，没有胜负，但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与温柔，悄悄地从心底生长出来。我忽然想给自己写一封信，致未来的林雅琴。如果你哪天想回头看看，请记得那个叫过去的地方已经封存，你已经用一场漫长的告别完成了人生最痛苦的毕业典礼。从今往后，没人能再夺走你的时间、你的梦想、你的名字，不论在哪座城市，你都是完整的。你那一晚，我睡得格外沉，梦里没有吵闹，没有指责，没有遗憾，只有漫天飞雪中，我一个人走在街头，身边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能伤我半分，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足够爱自己的人了。3年过去了，我坐在多伦多北面的山坡别墅里，阳光透过厨房玻璃洒进来，吊兰仍旧活得很好。甚至比出来时更繁盛，窗外是松林白雪，安静的像一幅不琢磨的画。这天是我40岁的生日，没有派对，也没有惊喜，我只做了自己爱吃的清蒸鲈鱼姜葱炒蛋，还有一壶铁观音。我想人生最幸福的事，可能就是不用向谁证明什么，也不用为谁摆出什么样子。这一天，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也写给那个3年前还在婚姻里咬牙苦撑不肯放手的林雅琴。晴儿，你好，我是你3年后的自己。是的，我们活下来了，不但活了下来，还活得比想象中更自由、更明亮。3年前，你也许不会相信你会住进这样一间面朝森林的房子，每天早上泡一壶茶，看日出洒进雪地，晚上点一盏小灯，听爵士乐，读村上春树，不为谁煮饭，也不为谁等待。那时候你常常问自己，难道一个人老去不可怕吗？可现在我想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不被理解、被牺牲、被冷落，才是真正吞噬灵魂的事，你知道吗？你离开那场婚姻后的第1年，的确很难有一天你发烧39度，半夜一个人坐在医院输液厅，四周是陌生的语言与面孔，你靠在椅子上冷得发抖。可是你没有哭那一晚，你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成长不是在阳光下灿烂，而是在黑夜中学会自我取暖。你学会了报税、换机油、退税、打官司、购房、跑签证，你一个人做了过去整个家族都指望男人去做的事。你还记得志明吗？他走后，国内的律师处理了后事，他没有留遗产，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我想他也许最后一眼是看着你照片走的。原谅他吗？不需要了，放下他比原谅更重要。而苏磊，他带着孩子回了老家，没人再打扰你，也没人敢提你婆婆。后来打过1次电话，说他梦见你在阳光里笑，说那笑跟他年轻时的妹妹一模一样。我们终于成了自己，他不再骂你不会过日子，不再说女人就该忍，而是第一次对你说对不起。这封信我写到一半，手机震动，是 Linda 曾经公司里的好友，如今也是我最亲密的。家人节我们今晚去湖边露营吗？我带了你喜欢的蓝莓酒，我回了一个微笑加一句来，我做炖牛肉，你带甜酒，我带温柔。他发来一个大笑，表情紧跟一句，你现在可比我们年轻小姑娘都会活了。我看着手机忍不住笑出声。
来世啊，我终于活出了那个不需要别人成全的自己。饭后，我把那封信封进一本书里，一个人的朝圣。我想，总有一天，有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国度某个是疲惫夜晚也会读到我写下的这段话。你不是没被爱过，只是被错误的人用了错误的方式去爱了，所以别怀疑自己，爱还在，只是你学会了先爱自己。夜晚降临，屋外飘起了雪，我披上大衣，点起壁炉，有人敲门，是 Linda， 还有一群笑着闹着的朋友。我走过去，打开门，热气扑面而来，屋里灯光暖黄，像一座港湾。我终于明白，这世上最温暖的不是谁非得为你留下，而是你终于有了值得自己留下的地方。我微笑，举杯，轻声说：致所有离开的和所有留下的，谢谢你们。成全了今天的我。你好，我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曾无数次在夜里流泪的一个女人。感谢你读完林雅琴的故事。如果你在阅读时曾心跳，曾沉默，曾红了眼眶，那么我知道我们是同类。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它没有大团圆，没有回头是岸的渣男痛改前非，更没有真爱永不缺席的童话桥段。它有的只是一个女人在碎裂与放弃中慢慢学会把自己拼凑回来的旅程。我写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教你怎么赢一场婚姻，也不是鼓励你离婚就能重生。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幸福从来不建立在别人给予你什么，而是你是否看见了自己的价值。在中国式婚姻里，太多女性被训练成牺牲型人格，你要懂事，要体贴，要顾全大局，要看公婆脸色，让丈夫体面，顾孩子前程。你要学会把委屈咽下，把痛苦当修行，把眼泪当笑意。可谁告诉你这就叫好女人？我们这一代人，太多人从小就被教育你以后要嫁个好人，却很少有人对我们说你自己就该是一个值得被珍惜的人。故事里的林雅琴并不是英雄，她哭过，软弱过，退让过，也曾幻想过那个男人回头说一句我错了。他也曾因为害怕孤独，想要原谅，想要再坚持一次。可是后来他懂了，有些人是用来告别的，不是用来坚持的。有些家是用来离开的，不是用来死守的。他选择了转身，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爱人之前先爱自己，守护别人之前先守护心里的光。我知说到你可能也在经历类似的事情，也许你正撑着一段看似完整但实则空洞的婚姻，也许你习惯了忍气吞声，习惯了说没事，也许你连崩溃都不敢声张，只能一个人深夜偷偷掉眼泪。但亲爱的，请你记住，你可以委屈，但不要忘了自己是谁。这个社会总会给我们套上各种身份，谁的妻子，谁的妈妈，谁的儿媳，是啊，谁的下属，却常常忽略你首先是你自己。你可以是一个独立生活的个体，不需要依附，无需标签，更不用证明什么。你可以选择走，也可以选择留，但请不要因为害怕或习惯就把自己交出去。真正的勇敢不是对抗全世界，而是你哪怕颤抖也依然愿意为自己站起来。如果你也正在人生的某个转角，如果你也曾被轻视，被背叛，被漠视过，如果你曾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那么请你再抱抱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很好了，只是别人不懂得珍惜。故事已经结束的生活还在继续。林雅琴的重生也许只是千万女性觉醒的一部分。你不需要过得像她一样远走他乡，但你一定可以像她一样把生活主导权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哪怕你还在原地，哪怕你还有伤痕，也请你相信，有一天你也会从风雪中走出，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源。你不被困于情感的牢笼，不被束缚于期待的角色。愿你在每一次受伤之后都能用柔软修补自己。愿你终有一日不再为了爱低头，不再为了手而卑微。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你值得被理解，被尊重，温柔相待。更重要的是，你值得自己骄傲地活着。愿你在未来的岁月里不为取悦谁而活，只为真实地热爱这个世界。仅以此篇献给每一个在命运中不肯妥协的你。谢谢你阅读到这里。